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水总哥。在上一期视频，我有系统性的总结雾切之回光以及当前环境永动队的真实的输出画面。还没有看的观众可以透过频道的首页，有兴趣的话一会往回翻一翻。在这期视频，我们将会着重讨论一下常见的问题以及误区。既然4星的输出型单手剑这么的拉，基本上全都避开了神里灵华。在神鹤万星以及神罗天真里面，吃满拐之后，你把天幕刀换成雾切，输出差距达到了惊人的42%，可谓是相当剧烈的一种提升了。那么5星的单手剑又如何呢？众所周知，咱们的规策划门呀，对游戏的模型数据的理解当然是相当好的，所以盘岩节律这一把武器呢，多次陪跑一些泛用性惊为天人的不是专武的专武，所以有很多的旅行者们手上肯定是有多一把盘岩节律的，就在想，如果差距不大的话，就不想顶着这个粪坑进去捞雾切了。我知道了，雾切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一种诱惑，不仅给神里达永动队这个表现是非常杰出的，就算是在平时塞给阿琴也是一种外观比野。在这之前，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天幕刀会很拉，它拉的到底有没有价值？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把充能的武器它拉，但是它对循环有帮助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去看天幕银打刀的这个设计模型，你就知道在满金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提供了大概50%的充能的。确切的说，这个是跟你本身拥有的面板上的充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灵华的一技能本身 CD 是在10秒，所以只能够吃到天幕银打刀的2层。如果你自身大概有130左右的充能的话，你会发现灵华在实战之中的充能效率啊，本质上面板是已经接近190的。听到这里，我想很多人头皮已经发麻了，因为对于神里灵华而言，在正确的配对之下，你给它堆到将近200的充能，根本就是一种资源上的溢出以及浪费。对于充能效率这种东西啊，在实战之中，如果一个循环之内你提前把能量充满了，那就是屁用都没有的。除非米哈游开放了队伍第5个格子，还给全服每个人派送一个满命的雷电将军，并且把将军修改成可以打后台的。充能溢出不要紧，直接给你在后台减 CD， 还不影响队伍的手法轴。否则对于神里灵华而言，多出来的充能就是纯的白板，白送雷电将军满命在想桃子吃呢。特别是在跟罗莎莉亚组队的时候啊，那罗莎莉亚的打球能力是真的很离谱的。那么天幕刀基本上就变成了一把白板人了。如果队伍里面使用的是深鹤的话，那将取决于你是否有专武。如果你有西斋的话，那么万叶就去拿西风剑，反正深鹤跟万叶之间总得有一个人拿西风的。考虑到元谋门实战中的吊球，雾切神里在神鹤万星里面其实有个120左右的充能也已经完全足够了。你可以再歪多一点，但是150、190的充能是绝对不需要的。而且在实际的情况之中，你拿着天幕银打刀，你也不可能一个充能词条都不歪。你5个圣遗物，甚至有可能其中有好几个初始就带一个充能词条，哪怕它一次都没有成长，这样自然就会进一步导致灵华在实战之中的圣遗物词条的浪费。官方不知道这些吗？官方当然知道呀，但是他们就是要这样去设计天幕刀嘛。毕竟是白送的武器嘛，他们都喜欢下毒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嘛。锻造武器在评级上面肯定还不如常驻的4星武器的，除了少数像金魄这样的辅助武器有完全的不可代替性之外，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就连甘雨的试做工，官方都有偷摸摸的在后续设计的原模之中故意让其没有弱点，来淡化一把区的锻造武器的战斗力。没有错，流血狗这么大的一个狗头，但是它就是没有弱点的。在设计的初期不小心做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用的锻造武器，他们都在尝试使用吃书的方式来否决，那么你就完全不会意外 2.0 之后的锻造武器在强度上面他们控制的是异常的娴熟的。来我这里看视频，大家要学会的是从细节上去看待事物的发展。我们透过观察过去以及现在的锻造武器，就可以轻松得出结论，对未来的锻造武器还有没有必要去抱有任何的期待。好了，聊完天幕银打刀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单手剑的第一泛用武器盘岩节律。首先，这一把武器对于冻结队是没有办法造成任何的威胁的，美少女策划们自然也是吃准了这一点。因为盘岩节律在双兵的队伍里面，只要吃满了冻结就是铁溢出的。暴击率这种东西只要超过了100，那是跟充能效率一样，单纯的就是白板词条。只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充能溢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暴击率溢出呢是极端的奢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玩家群体里面时不时会这样调侃，那就是高贵的暴击率。对于一个正常的角色而言，只要
你选择了爆伤头，你想要暴击率溢出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因为四兵套在冻结的情况之下是自带的40暴击率，再加上双兵的15，就导致攀援节律变得非常难受了。但是我相信大家在此时都非常好奇的一件事，那就是目前而言，深渊似乎越来越多那些完全弄不住的 BOSS 了。在实际情况之中，我相信大部分的玩家也不会去重开，然后再换圣遗物什么的，能一次打满的才叫最优解嘛。很多时候在实战之中已经顾不得这么多实际兵套是没有吃满的情况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直播的时候时不时看到只有30几暴击率的灵华，我都会说这个暴击率太低了，要不你就堆到50以上吧，比50稍稍多出一点点没有问题的。然后总是会有人这样说啊，45以上就是溢出啊什么的。然而在真实的3连打之中呢，其中有一间会出现不可冻结的 BOSS 是一点都不少见的，而且在实战之中你也不能够保证敌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程冻结，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强迫症一定要去压45的线，我觉得46到51什么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你不要堆到什么59、60、65什么的就行了。完全抛开了实战构想的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冻结这种东西还是要考虑覆盖率的问题。那么在理想的数据下面，面对不可冻结的原魔，灵花的输出能力是怎么样变化的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我们虚拟一个25词条的灵花的面板，队伍为神罗万星，由罗莎莉亚提供12%的暴击率。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不可冻结的原魔的时候，灵花的双灭期望从32500下跌到27800左右，在这里的差距大约为14%。那么肯定有人会问了，这个期望比起穿2决斗士2兵的绿箭神礼有多大的优势呢？我们同样虚拟一个25词条面板，考虑到在圣遗物上面歪几个大生命词条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就设定为3个大生命词条吧。实际上精炼1的绿箭生命转换率是非常小的，偏差是极低的，但是我们这里还是更加贴近一点现实情况。你如果可以做到5件圣遗物1个大生命词条都没有的话，记住还是肯定要以攻双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在25词条下面，攀岩节律的双灭输出期望为25200左右，在攻击不可冻结的原魔的时候，跟雾切之回光的差距大概是 9.5%。 没有错，即使是在面对不可冻结的敌人吃满拐之后，仍然有大概10%左右的输出差距，就由此见得雾切之回光在冻结队的霸权是有多么的稳固的。然而在这里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这个 9.5% 的差距啊，包含了一个4件套和2+2之间的成本差距的。如果雾切之回光也采用2+2，带上暴击头把面板配平，你会发现伤害期望跟绿箭之间差距只有 5% 了。怎么样，是不是熟悉的味道又来了呢？没有错啊，灵华如果使用2+2，那么绿箭雾切就几乎没有差距了，5%不到的差距啊，这可是算雾切满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雾切一旦跳出了永动队，一旦跳出了4兵套角色，就很难在盘元节律身上讨到便宜。而我们知道有很多单手剑的角色甚至是没有办法附魔的，就好像是凯亚、秦团长以及杭秋我相信不会有人为了雾切去给班尼特点6命这么失了智吧。更搞笑的呢是，即使是满命的万叶可以激发雾切的3层了，满金的雾切却因为万叶的6命给的过于慷慨，增伤区的过于爆炸，导致最后输出还不如绿箭。我是指金金爆的情况之下，具体的就不深入了，这个还取决于你的圣遗物配装最后导致了万叶的6命到底有多大的收益的嘛。所以我们折中一下雾切之回光的话，在吃满拐之后，在冻结队里面就时不时如果会碰到不可冻结的敌人，相较于盘岩节律那个伤害期望，综合各种场景，那个差距肯定是只有大概10%左右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那至少比起 42.2% 的差距肯定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这里呢，我们还要考虑到绿箭的这个面板完全是2+2凑出来的，而雾切之回光横竖都需要4件套，这个中间要是你考虑到有3个词条以上的差距的话，你懂的对吧？有一些人的决斗士跟追忆圣遗物啊是超级极品的，如果可以凑到攻双爆36、37词条以上的，那真的4兵套就是狗都不刷了。很多人在计算的时候2+2跟4件套采用同样的词条标准，实际上对2+2是极端的不公平的，也不符合任何的实战场景的。至于盾剑跟波波金也是可以用的，但是由于波波金对于灵华的元素爆发而言基本上就是一个白板武器，一般而言是不会在场上打普攻的。标准的4A 重击虽然也不是不行，账面倍率好像还行，但是不能闪避，而且对重击毫无加成。一旦你选用了神鹤万星
信这种没有后盾的队伍啊，连机加重机在实战之中，因为没有霸体的保护，还要用固定的手法摁到底的话，风险有时候还是挺大的。林华用波波金，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毛病，但是大可不必去实战之中为了打普攻而打普攻，很多时候只会让手法变得更加拖泥带水。至于盾剑，我的建议就是不要为了盾剑去改变你的配对，因为不管怎么想，你为了贪那个额外的20%的攻击力，把罗莎莉亚或者申鹤换成迪奥娜，对于队伍的总输出啊都是很明显的不提升。除非你是没有星海，或者说真的很抗拒星海什么的，就真的坚持想要上莫娜拼一枪之类的，不然你为了盾剑去带迪奥娜，显然组队逻辑上面就不对了。盾剑当然是能用的，比起一众白板的4星武器肯定还是要强很多，有的话用就是了，但是不要去相信那些动辄给你算满层满特效的那些数据，有条件必然是用盘岩节律或者波波金的。好了，说完武器，我们来聊一聊队友吧。在上一个视频我对比了天幕刀以及雾切的差距之后，有不少朋友这样问，既然天幕这么菜，那么我们抽一个申鹤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毕竟申鹤是出了名的兵队拐嘛。那么接下来我们沿用上一个视频所计算的模型，采用更加贴近实战的22秒轴。当你把罗莎莉亚换成灵命的申鹤之后，队伍的总输出啊上升到了147万左右，涨幅率高达惊人的7%。是的，你没有看错，在队伍的伤害暴涨了7%之后，队伍的 DPS 已经逼近了67000的大关。但是这个7%的提升呀，是不是听起来比起雾切一上来就把队伍的输出直接拔高了30%，少了很多呢？没有错，你把罗莎莉亚换成申鹤之后，对队伍的 DPS 提升呀，实际上比一把苍古自由之势还要小。如果你是首充党，并且你愿意放弃一部分角色的话，那么灵命的神礼、雾切、万叶再加上苍古，然后把星海和申鹤都拉进队伍里面的话，整套队伍的 DPS 呀将会稳稳的超过7万大关，比全部是4星武器的雷电国家队要稍微强那么一点。在账面上面，毕竟点秋香3人组啊就是准备给普通的平民玩家使用的保底型的4星角色嘛。对于神鹤万星这一套阵容而言，有很明显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基本上就是你不停的抽5金，它 DPS 就不停的往上升的那一种类型，而且整个过程还是相对比较平滑的，除了雾切之回光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申鹤上线之前，我的评测里面都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抽申鹤的，因为正如我视频里面所说的那样，当队伍里面只有一个兵系的时候，其实申鹤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强的我知道也许有人会觉得大为震惊，就是因为他们在队伍里面使用申鹤的时候，神里灵华的大招啊，元素爆发那个2万多一跳，一下子蹦上了3万多，怎么队伍的总输出提升才不到10%呢？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因为罗莎莉亚她并不如天幕银打刀这么好欺负，她本身是一个暴击拐啊，并且对于罗莎莉亚而言，穿宗师4件套是丝毫不影响她本人的功能的，而对于申鹤而言就不太一样了。本来西风枪的白值就相对比较低，你还要穿宗师4件套的话，会导致申鹤的账面攻击力啊就显得更加的可爱了。说白了就是目前的环境对于申鹤而言，圣遗物的选择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割裂感，再加上原神圈子向来有一个奇怪的风气，那就是80%的暴击率每一跳2万变成了90%的暴击率每一跳还是2万，他们会觉得这个是零提升。但是换成申鹤之后，有7次突然跳出来的大数字，就会引起玩家们的狂欢，来把公平打在真实上。米哈游自然也是对各位的XP拿捏的非常的到位我是指字面意义上。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申鹤的元素战绩是7次大羽毛而不是20次的小羽毛呢？那是因为米哈游就抓住了很多玩家的心理，就给你跳7次大数字，也不给你跳20次的小数字，尽管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伤害是一模一样的。他完全可以把申鹤设计成元素爆发是20段小羽毛，然后普攻重击则设定成固定的5次大羽毛，但是很显然前者的设计呢会显得申鹤给队伍的提升呀更加的让人热血沸腾。但是申鹤对于神鹤万星的意义其实也不仅仅停留在纸面的数据上面。当申鹤抽到1命之后，你会发现你不仅可以修正队伍的输出轴以及手法，雾切灵华也具备了一定的补刀能力了。说白了就是对应各种场景的能力啊增强了。怎么样呢？是不是头皮发麻了？没有错，你最好再把西风换成西斋，抽的越多你就越强，体感也越来越剧烈，这个就是新永动队的本质。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吧。
吧，那就是如果你手上资源有限的话，你应该优先抽雾切，还是应该优先抽申鹤？这样说吧，对于低命阵容而言，你往整个阵容一看，你会发现这套阵容的 masterpiece 就是雾切之回光。一旦没有了它，你会发现整套队伍压根不具备打桩队的 DPS 潜力的。但是相反，你一旦拥有了它，你会发现星海你可以换成芭芭拉，申鹤你可以换成罗莎莉亚，万叶你也可以换成其他的风系，也能够激发一下四风套嘛。反正账面 DPS 打狗是很轻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至今为止呀，关于申鹤在神鹤万星里面的地位总是有这么一点含糊。有一部分人他会跟你狂吹，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呢又会跟你说啊，低命其实没啥必要。其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在账面上面这个不可代替性就比较的低。你会发现整套阵容申鹤的抽取优先级是并没有特别的高的。关于万叶跟星海，他们是不需要跟着神里吃饭的，他们就算拆到其他队伍里面仍然有相当优秀的表现。万叶自然不用我多说，对于星海而言，他既可以打武装，下个版本之后还可以搭配航丘跟夜兰打纯水。万星体系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变种可以对应不同的环境，而申鹤呢，来来去去你是不是只能够想出来什么国家队之类的嘎嘎乱杀阵容？这也就是为什么讨论起神鹤万星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风评上面似乎低命的申鹤地位似乎并不是特别的牢固。有些人会跟你吹一下，然后有另外一部分人又会跟你说没啥必要，因为如果真正提升大的话，风评绝对不会这么不统一的。就好像雾切之回光那样，你只会听到有一部分人这样跟你说啊，伤害太高了没啥意思，天幕刀也能玩，我把神底刷到40个词条也嘎嘎乱杀。但是从来不会有人跟你说啊，我抽了0命的申鹤之后，神鹤万星那个 DPS 太高了没啥意思。而且大家不要忘记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对于实战的操作而言，申鹤的充电能力是比罗莎莉亚要差的。所以当我们在用同样的词条来衡量神里灵华的输出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确的思维了。因为对于灵华而言，一旦把罗莎莉亚换成了申鹤，它本质上在实战之中是需要更多一点的充能词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一段时间，对于真正懂数据的主播而言，一看到灵命的申鹤呀，都会展露出差强人意的笑容，因为它确实对于灵命的干预提升比较一般，对于灵命的灵华而言，提升也是非常的一般的。它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名正言顺的3兵队阵容，才能够名正言顺的把它的冰羽毛战魔给全部释放开来。而目前在深渊确实已经慢慢的出现了各种不可冻结的环境了，这些也许是官方在尝试慢慢的把大家的战术思维啊逐渐转换成3兵队甚至4兵队的一个过程。哎呀，其实关于星海跟申鹤的设计啊，真正懂游戏的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的，只不过是官方什么时候把这个环境扭曲到更符合他们的设计意图的问题罢了。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新的冻结队啊，官方是有多么的竭尽全力去护航。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造价高呀，同时提升又非常的平滑。而另一套版本答案，雷电将军身上老实说啊，油水是并不多的。关于这一部分，大家等我在环境分析的视频里面好好跟大家聊一聊队伍的造价以及收益的问题。在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关于灵华的话题，那就是所谓的神里融化队。其实在民间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阵容，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说了，很多人去提起了，但是却总是不能成为主流的阵容。就打比方说胡桃、航丘加上班尼特和万叶啊，我知道很多用胡桃的玩家都在馋万叶的那一口增伤啦，总是想把胡桃跟万叶硬挤在一块。但是正如大家所见到的那样，这一套阵容其实并不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其归根到底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不好用，然后上限也不高啊。这套阵容的问题在哪里呢？那班尼特会奶过头嘛？如果你带了护魔之杖的话，就是血亏啊。你为了玩这一套阵容，把班尼特的6命给点了，来弥补一下那个天赋的一点增伤，似乎也不太合理。于是我就看到了有不少人把班尼特换成了烟飞充当护盾的这个角色的同时呢，也不会把胡桃的血量给奶过去。没有错，这一套阵容起码看起来合理了，但是因为实战表现呀并不稳定，最终还是没有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说这一套阵容起码看起来合理，但是实战的操作繁琐的话，那么另一队同样是似乎在风评上存在却没什么人去使用的阵容神里融化队啊，则是从游戏机制上来说就是不合理的。这一套阵容与其说是神里融化队，我更愿意称它为神里站在班尼特的圈圈上面吃满拐之后开大队。
对？因为这一套阵容跟融化本身就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呀，覆盖率实在太差了。神里灵华从设计的机制上，它就不是一个能够打反应的主 C， 伤害高度集中在元素爆发，并且就连重击也得拆分成4段。对于灵华而言，它是一个纯的纯色主 C。从设计的初期，米哈游就严格的不让他打元素反应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值策划们愿意给他一个高倍率。大家知道，关于原神这个游戏的机制而言，元素的反应遵循的是计数器以及计时器原则。太过于基础的信息啊，大家自己去百度或者谷歌搜索一下，我就简单解释一下吧。灵华打不了反应，跟火系的角色上火快还是慢是1毛钱关系都没有的。归根到底的原因是它自身的上兵频率问题。也许说到这里，有一些朋友就会要听不懂了。那灵华的它的上兵频率不是超快的吗？打的那个兵使图简直就像是打专属原模那样。其实灵华在破盾的时候呀，它表现的更像是一把机关枪，重视的是连发速度而不是精准度。对于灵华而言，它的大招双灭在设计上面就是非常普通的遵循着计数器原则的技能，也就是说在3次的进攻之中只有1次可以成功上兵。也就是说，如果设计组真的有那个想法，想让灵华有一天可以打融化的话，那么他们在设计的初期就会把元素爆发设计成每一段都是独立的，或者说是特殊的 CD 附着，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也就意味着后面不管怎么出火系的后台啊，不管上火的速度有多快，灵华的大招都是只能够3段打出1段的融化的。而这个超低的收益呢，就是阻碍着灵华成为反应系主 C 的一个最大的难关。而且这个难关呢，是在设计上面就已经存在的，是一种来自天理的力量。问题并不存在于火系角色上火快不快，而是灵华他自己上兵的频率本身就覆盖面并不高，这也就导致了灵华打融化它的那个真实的收益还不如打冻结。在这里我们来提一提灵华的恶命吧。有很多人去说什么他的这个恶命啊，如果你戳的刚刚好的话，让另外2股小的旋风来清理计数器的话，那么就也许可以中间那一段每一段可以打出融化，对不对？没有错，在理论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里有2个大前提，第一，那就是敌人必须可以3判。我们知道在原神里面有很多的原模，它可以戳到2股旋风，但是由于它本身的体积不够大，你是不可能3股旋风一起判定到的。如果原模它本身的体积不够大的话，那你首先周边的2股小旋风就卷不到，那么借助2股小旋风打计数器的这个思路呀，自然从根上面就不成立。那么第2个条件是什么呢？没有错，聪明的朋友一定会马上反应到了，即使是敌人可以给你打出3判的情况之下，这里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敌人不能动。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角度戳出来了3判，敌人稍稍的移动就会导致你所有的思路都直接前功尽弃。也就是说，所谓的神里灵华融化是一种相当苛刻的，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并且要是恶命以上的才有存在的可能性的理想战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一套阵容更像是神里灵华站在班尼特的圈上吃了拐开大队。也许人要说吧，那我起码香菱融化了这么几下呀。但是大家要知道，香菱的融化实际上是 2.0 系数，那个覆盖率肯定是更低的了。且不说14秒的覆盖率跟5秒的大招，本质上就没有什么契合度可言。更要命的是，很多人班尼特是点了6命的，而灵华冲刺之后的普攻呀，以及重击的附魔优先级又比较的低，打着打着不就变成了火焰少女了。细心的观众可能注意到了，就是我在上一个视频有这样形容受尽猎犬，那就是可冻结的多动阵。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就连可冻结的多动阵都可以让灵华的深渊使用率直接折半的话，大家再进一步去思考一下，当你掏出所谓的神里站在班尼特圈上面开大队的时候，多半是因为对面不可冻结了，对不对嘛？因为可以冻结的情况下，直接打冻结收益更高呀，比起这个堪忧的融化覆盖率。那么问题就很明显了，这样的阵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跑去猴无相铁这种可爱的小乖乖，并且还趁他躺在地上虚弱的时候，还真的有些人去猴成功了3判融化。但是大家要去想一想呀，如果对面是像雷电将军这样跑来跑去的 BOSS 的话，你们觉得这一套阵容有任何的实战价值可言吗？答案肯定是没有的。归根到底啊，我觉得就是那2个条件本身就很苛刻。条件1必须是2命且3判以上；
条件2必须敌人是不动金刚。所以当我解释到这里，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阵容它经常存在于油管或者 B 站的视频上面，时不时会给你推送到下面还有一大堆人叫好，然后你看他们在打那些不会动的敌人的时候，明明伤害也很嗨，但是一旦去看深渊的精英玩家的大数据的时候，你却发现这种阵容好像似乎就从来就不存在了。其归根到底的原因啊，还是猴系跟实战逻辑本身就是不一样的。而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主播，就是要把这些事情给说清楚。好了，关于灵华的5星武器选择，以及在配对上面的抽取优先级，最后再到融化队的本质，我们就暂且聊到这里。如果你还想要看到更多更硬核又更正确的游戏理解的话，不要忘了点赞订阅，一键3连关注董哥的频道，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